嗨，大家好，我們房子大概的樣子就是這樣。大家看，我們最近這幾天都在搭這個鋼管架，這挑出來的部分呀，也是為了支撐我們到時候上面的落台。所以說這一整排過去，我們是這樣的。我們每天搭這個鋼管架，看起來是反反复复的做，但是確實還是有進度的。我們現在在做這邊。也需要大量的鋼管，這一個小小的房架就需要幾十條鋼管來給它支撐，這些都只是暫時這樣給它像這樣拉着，後面還要進行加固，所以說這個房間要給它都跟那邊一樣，給它做很多這種立柱。還好當初沒有選擇那個木頭，要是用木頭的話，像這樣拉這麼多那還得了，也就在這裡面扛來扛去都是一個困難的事情。這個鋼管真的是給我們節省了很多这種人工成本，非常的穩。看，到時候蓋板都不會出現任何的問題。現在走在這裡面來，真的是像走迷宮一樣，是不是很有感覺？做的這個高度也是跟我們的這個身高剛好對應上，不會碰頭。看見沒有？這地上全都是我們的這些配件，就是這樣讓師傅拿取的時候也方便。這外面我們到時候的板面就只做到這個位置，所以說到這裡就結束了。這旁邊這個房子，我們也是打算留在後面，因為我們主要是要保證我們的大房子這些材料足夠。因為邊做邊看，我們這個房子的材料真的是無底線的在增加呀。一開始想的是這個房子這些材料就夠了，但是做在後面越做越感覺不對勁。因為我們的房子是改造，不是新修建。如果說是新修建的話，這個材料就好算，我們這個很多隱形的地方都算不到。還有很多朋友都在說我們做的這個柱子不專業，為什麼要先把這個柱子立起來以後再來做這個房子？大家往這裡看就知道了。我們先浇築這個柱子也是為了更安全，因為我們這個房子啊，如果說你整體來跟這個柱子還有板面一起做的話，就會出現一個安全的情況，因為我們这些地方要挖孔樁，如果說你不先給它的這個柱子給它澆築起來的話，就會出現這個地基不穩的情況。因為這些柱子的基坑我們是挖在這個木頭的旁邊的，一旦我們給它一體來做的話，就擔心下雨或者其他的情況，導致這個我們這房子的這些立柱傾斜倒塌。所以說我們當時也是考慮了很久，因為改造嘛跟其他的是不一樣的，而且我們要來如何躲避這些柱子，還有一些挑梁嘛。因為我們一開始講的是這個柱子的高度就到我們以前房子的高度，但是後面發現這個高度根本就躲不開有一些那個橫梁或者柱子的，這就是我們以前老房子的這些立柱。然後我們為了躲避他們，就把這個又升高了。現在的高度就是做完的內空都有3米，上面是3.5米的高度嘛。所以說我們升高以後就可以避免大量的去拆這個老房子。如果說按照以前的高度的話，所有的這些穿房橫梁都要給它鋸掉，像這樣的話，這老房子可能就會倒塌。因為我們房頂上還壓着2噸重的瓦片，如果說我們不像這樣做的話，可能上面是完全無法支撐下面的這些結構，因為這些結構大部分都要把它鋸掉。像外面的這一挑梁，如果是按照我們以前的高度全都要鋸掉，不鋸掉的話，我們這些橫梁就過不去。像这種橫梁對我們這個整個房子，它是起到一個拉扯作用，還有一個承重的作用。因為最重要的就是這一步，所以說我們做這個房子有的地方是不得不妥協，看見沒有？像大家擔心我們這個房子要挑出去做露台這些，會不會結構上面有影響或者不安全？
這大家都不用擔心，因為到时候我們坐着的地方都会有一個橫梁支撐出來，支撐這個板面。我們到這板面它也是有12公分的厚度，還有我們這裡，這裡的這個挑梁也會給它支撐出來，還有一個反背的这個挑梁。像這樣的話，到時候上面就即使是砌磚或者是壓一個很重的落地窗，它也是沒有問題的。即使這邊我們是露台，我們也要跟這邊一樣，給它作為一個整體的橫梁，給它連在一起。大家所擔心的問題啊，其實我們每天都有在考慮。主要就是我們這個房子它不是新建，是改造。所以說無論是這個施工程度上面的難度也會增加，然後我們的成本也會增加1倍。所以說如果說我們這個房子是重建，把它推到重建的話，需要容易得多，而且工期也會縮短。這個資金上面至少可以節約1半的成本。我們現在這樣做的話，不僅成本增加，可能安全方面也得不到保障。所以說我們是做一步看一步。大家別看我們現在房子裡面已經立滿了密密麻麻的鋼管立柱，其實啊，那只是用掉了半山一角。我們這裡還有這麼多，還有那邊還有很多拉過來，這些啊都是我們一根一根的像這樣扛過去給它立起來的。所以說，拉鋼管來真的是一個明智的選擇。這個鋼管很輕，一根鋼管的話，我看一下，可能也就1、2十斤了。像這樣，師傅拿取方便。你看，现在这里面立满了这个钢管的立柱，在这里面施工也是有很大的难度的。我们把这个钢管都给它整整齐放在这里，师傅需要的时候拿取也方便。哎呀，这个钢管现在用着很舒服，到时候还回去的时候那就头疼了，要给它让它装到车上去，还要担心它不够，因为这些东西或多或少会散。我们买的些。